在西晉最混亂的年代，一個被當作奴隸的人，最終卻站在中國北方的頂端。沒人會想到他曾經只是戰場上被俘的胡人奴隸，更沒人想到的就是這個人，在短短20多年裡擊潰西晉，逼死王公，吞併群雄，甚至改寫王朝命運。他叫石勒，但問題是，一個連自由都沒有的人，究竟是怎麼一步步走到帝王的位置？他靠運氣，還是算計，還是一種比所有人更冷的生存法則？故事從他還是奴隸的時候開始。石勒，上黨郡武鄉縣羯族人，算是匈奴的一個別支，也叫羯胡。當年匈奴從西邊中亞一帶俘虜了一批游牧民族，走到哪就把他們帶到哪，相當於匈奴的附屬。後來曹操把匈奴安置在并州，這一小波羯族人也跟着被安排在了并州上黨。八王之亂期間，石勒被并州刺史司馬腾擄掠後，賣到冀州赤平地主施荒家為奴。施荒見其相貌不凡，免去了他的奴隸身份。在此期間，也結識了穆帥吉山。元熙元年，公元304年，司馬穎部將陽平人公施方自立為將軍，在清河郡蘇縣起兵，擁兵數萬。石勒與吉山率數百騎兵前往投奔，吉山為他定石為姓，勒為名。此後，石勒四處征戰，屢敗晉軍，聲名漸起。永嘉元年，公元307年，公施方兵敗被殺後，吉山、石勒逃回赤平，收攏殘部，劫掠郡縣。吉山正式自稱大將軍，以石勒為少魯將軍，打着為成都王司馬穎復仇的旗號，轟炸鄴城。但次年308年被西晉名將苟晞大敗，吉山戰死，石勒率殘部逃往樂平。走投無路之際，石勒轉向上黨，投靠胡人首領張貝都。馮默突以劉淵舉義討晉，部眾當有所屬，勸其歸漢。二人雖率部眾隨石勒一同投奔漢趙劉淵。此時石勒獲得了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規軍，也成為石勒早期擴張勢力的跳板。永豐元年，公元308年，劉淵稱帝，遣使授予石勒持节、平東大將軍、平晉王。劉琮攻打湖關時，石勒親率7000精銳為前鋒都督，斬殺晉將黃秀，隨後進軍鄴城、趙郡、巨鹿、長沙等地，斬殺數萬晉軍，大量領賞胡人武裝前來歸附。但石勒很快意識到，僅靠劫掠和征戰無法真正立足中原，於是他將收羅來的漢族士族、地主集中安置，組建君子營，並重用趙郡名士張彬為首席謀主，同時設立軍功曹等機構。從這一刻開始，石勒已經不再是一個四處征戰的胡人將領，而是在着手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。西晉幽州刺史王浚聯合鮮卑勢力反擊，派鮮卑首領段烏成率領鮮卑西晉聯軍10餘萬人南下進攻。面對強敵，石勒在飛龍山遭遇起兵以來少有的大敗，被迫退守黎陽。然而這場失敗並沒有擊垮石勒，穩住陣腳後，他迅速展開反攻，先攻信都，斬殺晉朝冀州刺史王彬，又東西苑城，擊殺兗州刺史袁福，隨後乘勝進軍廣宗、清河、平原、陽平等地，接連失守，9萬餘人歸降，河北局勢迅速向石勒傾斜。緊接着爆發武德之戰，石勒大破晉軍，斬殺晉冠軍將軍梁懼。戰後，他又將堅持抵抗後投降的士族萬餘人全部坑殺，以震懾各地勢力。至此，石勒之名傳遍河北，再無人敢輕視這個曾經的奴隸。光興元年，公元310年，劉淵病逝，太子劉和繼位，劉琮誅殺劉和，自立為帝。光興2年，公元311年4月，晉東海王司馬越病死於項城，太尉王衍決定秘不發殺，以襄陽王司馬範為大將軍，統領其部。10餘萬晉軍護送其靈柩東歸東海。石勒聞訊，5月親率輕騎乘許山，晝夜疾馳，在苦縣臨平城圍困晉軍主力，大敗晉軍，晉太尉王衍、襄陽王司馬範等人盡數被俘。石勒起初對王衍的談吐頗為欣賞，詢問他西晉滅亡的原因，王衍為了保全性命，極力推卸責任，聲稱自己臨生時就沒有做官的慾望，
一直不參與政事，並趁機勸說石勒稱帝，試圖以此討好石勒，以求自免。石勒勃然變色，斥責道：“君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壯登朝，至於白首，何得言不遇世事？使天下破壞如此，正是君罪所致。”隨後命人深夜推倒牆壁，將其壓死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西晉為什麼會滅亡？石勒殲滅西晉主力後，聯合劉曜、王彌攻破洛陽。劉琮繼位後，晉升石勒為征東大將軍、并州刺史。石勒南下攻打襄陽，攻破江西30餘座壁壘。之後統兵葛備，面對建業軍力強盛的司馬睿，謀士張彬勸其北還，石勒並未聽從。不久，晉南陽王司馬睿派季贊駐守收春，討伐石勒。石勒因糧草斷絕，軍中瘟疫蔓延，兵力折損過半，最終採納張彬建議，整軍北撤。很多人覺得英雄的成功來自不斷進攻，但真正決定生死的，往往是知道什麼時候該退。假如石勒當年執意南下，他還能活到後來統一河北嗎？葛備撤軍後，石勒率殘部一路北返至鄴城。此時的他已經失去了南下爭霸的機會，卻意外獲得了另一個更重要的機會——河北。因為鄴城難守，且無穩固根基，張彬建議北居相國，經營根本之地。石勒終於接受了這個謀劃多年的戰略。從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一支四處流竄的流寇，而開始向真正的割據政權轉變。漢嘉平2年，公元312年7月，當時廣平的張柴遊輪擁兵數萬，占據苑鄉，隸屬晉幽州刺史王浚。12月，石勒七將出兵攻破苑鄉外壘，王浚即派王昌聯合鮮卑、段籍陸眷、段茂碑共5萬大軍進攻襄國。鮮卑軍屯駐渚陽，石勒數度出戰，均失敗。段籍陸眷打造攻城器械，準備攻城，石勒軍中人心惶惶。諸將建議堅守皮敵，石勒採納張彬計策，在北門開鑿20餘道暗門。鮮卑軍攻城深陷時，孔常率精銳突襲段茂碑，未能取勝。段茂碑堆至壘門，遭伏兵俘獲，王浚大軍潰敗。孔常乘勝追擊，鮮卑軍失衡30餘里，損失鎧馬5000匹。段籍陸眷收攏殘兵，退守渚陽。石勒釋放段茂碑，贈予重金厚禮，與鮮卑段氏在渚陽結盟。前一刻還是生死相搏的敵人，下一刻卻能成為盟友。亂世裡最值錢的東西究竟是什麼？是仇恨還是利益？段氏撤軍返回遼西，王昌退回蓟城。遊輪張柴歸降石勒，石勒隨即攻打新都，斬殺晉益州刺史王相，王浚勢力自此衰落。遠嘉之亂後，王浚私自冊立太子，設置刑台，自行任命百官，同謀自立為帝，行事驕奢殘暴。石勒想要吞併王浚勢力，鑑於其兵力強盛，便採納張彬之計，假意歸降示弱。面對王浚的使者，石勒刻意展示疲弱兵力，態度謙卑恭敬。接收書信時，北向跪拜，每日祭拜王浚赠送的重尾，謊稱見重尾如見王浚，還許諾親赴幽州，輔佐其稱帝。王浚徹底輕信石勒的忠心，而石勒派遣的使者王子春早已探查清楚王浚的虛實，為出兵做好萬全準備。嘉平4年，公元314年3月，石勒率軍討伐王浚，連夜行軍至博仁縣。他採納張彬的計策，利用王浚與并州刺史劉琨的矛盾，贈信聖人至向劉琨求和，承諾幫其剿滅王浚，使得劉琨坐視不理，不肯救援。石勒一路進軍至幽州治所蓟縣，先以進貢為由，驅趕收遷流陽入城，堵塞城內道路。隨後徵容士兵入城劫掠，生擒王浚。石勒當众細數王浚不忠進士、殘害忠良的罪狀，將其押送襄國處斬，誅殺其麾下精兵萬人，提拔裴憲、尋擢擔任屬官。石勒在蓟縣停留2日，焚毀王浚宮殿，留劉漢守城，隨後率軍返回。至此，盤踞幽州多年的王浚勢力徹底覆滅。石勒成功將勢力擴展至幽州，然而劉漢很快投降了段皮敵。
但石勒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河北地区的霸主地位。建元2年，公元316年，石勒在甸城圍困西晋乐平太守韩据，韩据向驻守晋阳的并州刺史刘琨求援。此前代国內亂，拓跋一路旧部姬旦、魏雄率領代國烏桓部眾歸順，讓劉琨軍力大振，於是劉琨執意借此討伐石勒。他不顧姬旦、魏雄的勸阻，調集全部兵馬，命姬旦率2萬兵馬為前鋒，自己駐守廣目坐鎮支援。石勒判定姬旦部眾遠道而來，疲憊不堪，且是雜牌鄰軍，號令不一，急於擊潰。他在山中設下伏兵，主動與姬旦交戰，佯裝敗退，引誘敵軍深入。隨後伏兵齊出，夾擊大敗敵軍，姬旦逃往代郡。韓據棄城投奔劉琨，此戰震動整個并州。據守陽曲的劉琨長史李弘開城投降，致使劉琨進退無路，只能投奔幽州刺史段皮離。劉琨敗走之後，河北并州進入石勒掌控。曾經那個被販賣的奴隸，如今已經擁有屬於自己的地盤、軍隊和謀臣集團。但此時的石勒名義上仍然只是漢朝的大將。問題來了，當一個人擁有了半壁江山，他還會甘心繼續做別人的臣子嗎？而幾年之後，一場席捲漢朝的血腥內亂將給石勒送來一個改寫北方歷史的機會。寧嘉3年，公元318年，劉琮病重，徵召石勒入朝擔任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托付輔政重任，石勒拒不接受。劉琮又加封其為大將軍，持節鉞，保留原有都督職權，增封10郡分地。石勒依舊推辭。7月，劉琮病逝，太子劉暢繼位，不久被外戚靳準殺害。靳準自立為漢天王。石勒命張晉率5000兵馬為前鋒，親率5萬大軍討伐靳準，進駐襄陵北原，4萬多羌謝部落歸降石勒。靳準多次出兵挑戰，都無法突破石勒防線。10月，當時攻破長安、滅亡西晉、鎮守長安的劉耀，聽聞靳準叛亂，北上討伐靳準，並於赤壁登基稱帝，任命石勒為大將軍，與石勒成犄角之勢，進攻平陽。此後，石勒進軍前趙都城平陽，10餘萬各族部眾盡數歸降。11月，靳準派蒲泰前來求和，石勒扣押使者，並送往劉耀書，以表明城內並無歸附劉耀之意。然而，劉耀借蒲泰傳話，勸靳準歸降自己，靳準猶豫不決。12月，靳康等人誅殺靳準，推舉靳明為新主，率眾歸降劉耀。石勒惱怒靳氏不肯歸降自己，率軍猛攻靳明。靳明戰敗後，閉門辭守。不久，石虎率軍與石勒會合，合力圍攻平陽。靳明向劉耀求援，劉耀派兵接應靳明出城。石勒進駐平陽，焚毀皇宮，將城內文儀樂器遷至相國，留兵駐守後班師回朝。平定靳準之亂後，石勒的威望與實力進一步攀升。漢朝朝廷對他既倚重又忌憚。曾經那個寄人籬下的胡人將領，如今已經成為左右北方局勢的人物，而他與劉氏政權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悄然發生變化。光初2年，公元319年2月，石勒派左長史王修向稱帝後遷都長安的劉耀報捷。劉耀冊封石勒為太宰、大將軍、趙王，賜予等同曹操府漢的特殊禮遇。王修準備返回相國時，石勒舍人曹平樂向劉耀進讒言，謊稱王修是前來探查虛實，歸國後便會引兵來襲。彼時劉耀國力損耗嚴重，心生畏懼，隨即派人追回王修，將其處死，廢除原本賜予石勒的所有官職、爵位與禮遇。王修副手劉茂僥倖逃回相國，向石勒稟報實情。石勒大怒，痛斥劉氏基業全靠自己打拼，如今卻無端猜忌謀害，聲稱趙王趙地之位無需他人分散，自此與前趙徹底結怨。同年11月，石虎、張晉、張彬等129名文武大臣聯名上書，懇請石勒稱真號，效仿劉備在蜀、魏王在業的舊例，以河內、魏郡、吉郡等24郡、29萬戶分地設立趙國，
郡太守改為內史。石勒採納建議，即位稱趙王，改元趙王元年，以相國為都城。因劉耀早前以定國號為趙，史稱前趙。石勒建立了政權，便被稱作後趙。石勒稱王之後，持續推行各項舉措，完善政權建設。光初6年，公元323年，石勒派遣石虎出兵，剿滅長期割據青州的曹營，徹底占據青州全境。光初8年，公元325年6月，石勒大将石胜攻占洛陽，出兵攻打駐守荥陽的東晉司州刺史李據。李據兵敗不敵，歸降前趙劉耀。劉耀派遣中山王劉越率萬餘精兵馳援，在孟津、石梁一帶擊敗後趙軍隊，斬殺俘獲5000餘人。石勒震怒，命中山公石虎率領4萬步騎疾馳陳皋關，在洛水與劉越大軍決戰。劉越大敗，退守石梁。劉耀親率大軍增援，卻因軍營連夜騷亂潰散，只能撤回長安。石虎攻破石梁，俘虜劉越等80餘名前趙將領，坑殺士兵萬餘人。此戰之後，石勒勢力範圍延伸至淮河流域。光初10年，公元327年，石勒派石虎擊敗代王特拔荷拉，逼迫對方從都城聖樂遷至大陵，徹底掃除北方後顧之憂。太和元年，公元328年，石虎率軍攻打蒲坂，劉耀傾盡全國精兵救援，大敗石虎，順勢圍攻石生駐守的洛陽，引水灌城，同時派兵攻打吉郡、河內郡。後趙舉國震動，石勒不顧謀臣陳霞的勸阻，執意親自率軍救援洛陽，命陶豹、石衝、石堪在荥陽集結，自己領兵直撲洛陽金庸城。12月，石勒與後趙諸軍與陳皋集合，石勒發現劉耀未設守軍，隨即率軍輕裝前行。劉耀直至石勒渡過黃河，才倉促布防。從俘虜的些人口中得知石勒親率大軍來襲，心中驚懼，隨即解除洛陽金庸城之圍，在洛水西岸列陣對峙，見劉耀屯兵洛西，石勒認為必勝無疑，隨即與石虎、石堪、石衝兵分3路夾擊，大敗前趙大軍，生擒劉耀，將其押回相國。太和2年，公元329年，留守長安的前趙太子劉熙得知劉耀被俘，頓時方寸大亂。劉熙的母親楊信榮原本是西晉惠帝司馬衷的皇後。18年前，洛陽陷落，她從晉朝皇後淪為亡國俘虜，後來又成為劉耀的皇後。誰也沒想到，這位親眼見證西晉覆滅的女子，生下的兒子竟會成為前趙的太子。可歷史似乎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，當年西晉滅亡的一幕，如今又在前趙身上重演。面對兵臨城下的危局，身負2朝血脈的劉熙無法力挽狂瀾，倉皇逃往上邽。各地守將紛紛棄城追隨，關中頓時大亂。多名前趙將領獻長安歸降後趙，石勒隨即派石虎率軍清剿關中殘餘勢力。同年8月，退守上邽的劉耀次子劉穎率軍反攻長安，被石虎擊潰。石虎乘勝追擊，攻克上邽。前趙王公大臣盡數被捕誅殺。同年，石勒斬殺劉耀，存續已久的前趙徹底滅亡。自此，後趙除前涼張氏、代北鮮卑拓跋氏、遼東鮮卑慕容氏以及遼西鮮卑段氏等勢力外，幾乎佔領了整個中國北方。石勒的戰地和建國規模遠遠超過了匈奴劉氏。劉淵建立漢趙時，或許從未想過，最終終結這個政權的人會是自己最倚重的部將。歷史上最危險的敵人，很多時候並不在外面，而在自己的陣營之中。太和3年，公元330年，石勒稱大趙天王，行皇帝事。至9月，他正式稱帝，改元建平。後趙與登記以淮水為界，暫時休戰，各自經營內務。從被販賣的奴隸到統治北方的帝王，石勒用20多年的時間，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不可思議的逆襲之一。他擊敗過西晉名將，吞併過群雄豪傑，也親手終結了自己曾經效忠的漢趙。但問題來了，石勒死後，後趙為什麼會迅速走向崩潰？
而那個陪他打下天下的石虎，又會把這個帝國帶向何方？